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把底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给神。爱我们的父神，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乐意与你亲爱的子女同在。谢谢你在今天早晨当中，你要再一次的将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为着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谢。愿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清楚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个 PPT 放第3章。好，谢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去年的时候联合国所做的一项研究的报告指出，在20世纪的中叶，1950年的时候，全球大概有3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里面。在上一个世纪的中期，10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呢，只有2座。去年2014年的时候，有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那1000万以上的人口有21座。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的时候，就再过35年，全球有70%的人口会居住在都市，而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呢，会有100座。我不知道你现在你心里想不想台北市也是那1000万人口当中的一座呢？可能很难想到在台北市如果这么狭小的一个地方住了1000万的人口是什么样子？挤爆了。6月中的时候，我刚刚有机会跟我太太去对岸的华中的一个大都市服侍。这个都市里面有1100万的人口，有100万的大学生。1100万的人口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是什么样子呢？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只要一出去都是人，非常非常的拥挤。然后坐捷运的时候呢，你不用走路都有人可以帮你推上车。你要下车的话，如果你不快一点的话，那你就是让这个上车跟下车就挤在那里，你不知道怎么办，非常非常的拥挤。21世纪人口的趋势就是所有的几乎人口都会往都市集中。聪明的商家呢，他们已经从这个当中嗅到许多的商机。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上那个 Google 去查询，很多人都已经在思想怎么样在这个人口都市化的里面去寻得那个商机，然后跃跃一试，希望从这个当中可以大赚。这是商人他们现在看到人口在这个集中在都市的时候，他想到。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智慧。箴言书第2章第6节讲得很清楚，他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的口而出。”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个人口集中在都市这样的一个趋势来思想。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他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事情？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又可以为主做些什么？那你可能会想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真的大大的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思想？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从主耶稣这位爱我们的主领受了这个大使命的托付，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或许我们跟商家所思想的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不落后于这些商家。我们要思想，在这个大人口集中在这个都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参与在协助完成大使命的行列？人口集中都市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那我们怎么做呢？当我在思想今天要跟在座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上帝就让我想到，事实上呢，圣经有一个典范，就是赢得城市归主名的一个典范。这个就是在今天文祥弟兄带领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8章1到35节。《使徒行传》第8章1到3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当司提反为主殉道的那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可以过了。圣经上面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就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除了12位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往犹太跟撒玛利亚各处去。而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呢，那时候大发热心，他就逼迫教会，然后到个人的家里，拉着男女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男女呢，下在监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那就是风声鹤唳。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要面对非常非常大的逼迫，就是扫罗他会把那个信耶稣基督的，不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啊，都下在监里。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下一张投影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全部都出来。7个执事当中的司提反已经为主殉道了，但是另外一个执事腓利呢，他就选择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去。我想问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住在台北市，你认为城市带给你什么盼望？为什么你会想要住在台北市，而不是住在乡村，或者是住在农村？说说看，你为什么会住在台北市？生活机能方便，对不对？比起乡村来讲，方便多了。你要看医生，很多医院让你挑，不像乡村只有卫生所而已。还有呢？资讯发达。什么？不得已，你可能就出生在这里，是吧？所以一般来说，很多人为什么会选择往都市？人口为什么会往都市集中？大概有一些原因。刚才各位弟兄姐妹都提到不错的原因。可能在都市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比起乡村来讲，都市也比较好的收入。当然，都市也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工具，特别对孕妇来说，那个便捷的运输工具大众运输工具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完善的医疗系统跟教育系统，对父母亲来讲，这也非常重要。那可能也有较好的居住环境。那这些都固然有一定的重要性跟时效性，但是就有如月亮一样，有黑暗的那一面，有光明的那一面。城市也同样充斥着各样的需要跟罪恶。
城市真正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固然不错，也是很多政治人物他当选为市长，或是在市府成为市府的官员的时候，或市府的市府的议员的时候，他们很想做的。但是能够带给人真正永恒而有效的解决方法是耶稣基督。上个礼拜我跟我太太有机会跟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吃饭。这对夫妻的先生呢，是在台北某一家有名的医院担任精神科医师。各位都知道，最近因为8仙的粉尘暴让大概将近500人左右受到身体有不同等级的这个伤害。这位先生就说到，最近那个医院里面的精神科主任就鼓励他们3位精神科医师呢，特别开了一个给8仙乐园的这个受伤者的这个特别的精神科的门诊。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这位精神科医师就提到，事实上对这些8仙这个粉尘暴这个受伤的这些伤患，这个痛苦，现阶段的这个肉体上面的痛苦，可以借着医生慢慢的可以让它复原，整治的复原。但是更痛苦的事情是在后面，不论是对病患的家属或对病患本身，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要学习，他已经不认识他所熟悉的自己，因为皮肤的受伤让他整个面貌、整个身体都改变。所以这位精神科的医生他就说到，就跟我们夫妻提到，实在是需要为他祷告。可能现在还没有病患或者是病患的家属去挂他的门诊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这些大面积受伤的人可以活下去。但是活下去之后，那个病患的家属跟病患本身，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他已经不是他所认识的自己？他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医生就鼓励我就跟我们分享，实在是需要为他祷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赐给他合适的话，能够来安慰这些来寻求他帮助的病患或者是家属。对，他确实受了专业的训练，但是他也很清楚，他所受的这些专业训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在面对这些病患以及病患的家属的时候，他的专业能够带给人的安慰实在是很有限，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所以腓利这个教会的7个执事之一的当中的一个，当他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他选择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来传福音。圣经说到，门徒分散到各处，是去传道，去宣讲基督。腓利到撒玛利亚城，他不是去避难，不是去逃亡。如果他要去避难、去逃亡的话，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城市比撒玛利亚城更合适的。那个城市呢，各位都不陌生，就是耶稣曾经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谈到，那个城市就叫叙加，在约翰福音第4章。
清楚记载。腓利没有逃到叙加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呢可以收留他，因为耶稣在那里的福音工作非常有果效。耶稣在那里停留了2天，根据约翰福音第4章的记载，那里许多的人就悔改归向神。如果腓利要去避难的话，要去逃亡的话，叙加比较好。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呢，不是他的首选。所以从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里面发现到，腓利他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说上帝带领他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出于上帝的带领，绝对不是人的意识要去做。各位都知道，撒玛利亚的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因为犹太人认为自视他们自己是正统、血统纯正，所以看不起那个杂种的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以色列那个犹太人跟那个后来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迁徙过来的这些外邦人杂种所生的。所以这2个民族虽然都相信旧约圣经但是呢不相往来。所以我发现到，当腓利他选择到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但是腓利选择去一个可能不会接待他的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他不是选择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腓利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第二个，我也发现到腓利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使徒行传1章第8节，耶稣在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跟门徒聚集在地上有40天。他在复活升天之前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就说到，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腓利是第一个向犹太以外的地方传福音的人，在圣经上面的记载。圣经上面这样记载，当他到撒玛利亚城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腓利去宣讲基督。再来呢，圣经记载，撒玛利亚城的人呢，众人就听见了。众人听见之后呢，再看见，不但是听见，而且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圣经记载，接下来他们就采取了一个举动，这些人就同心合意的听从腓利的话，腓利所传讲神的话。腓利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工作大有果效，同心合意听从了腓利的话之后呢，众人就信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他们的信心是有行动的。这一群人呢，不论男女，照圣经上面所说，在第13节，使徒行传第8章13节说到，这些人连男带女都受了洗。第12节8章12节说到，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你发现到腓利的工作大有果效。腓利告诉撒玛利亚城的这个城市的人呢，他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他告诉他们，他宣讲基督，所以带来了这个城市非常大的复兴，连男带女这些人都受了洗。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圣经描述他说，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众人心急，所以呢，
大家就给他了一个封号，叫做他是神的大能者，就是替代品，好像他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一样。在这里，各位你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当我们高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神的话就在这个城市里面成就。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说到，你们要去使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腓利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发现到撒玛利亚城市的人真的就是这样，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信了腓利所说的天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在腓利在撒玛利亚城传福音之前呢，这个城市里面也听从一个人的话，就是行邪术的西门，因为他常常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以至于他们给他这样的一个封号，叫神的大能者。全城市的人呢，受了西门的辖制，受了西门的辖制。所以，一个城市呢，它真正的盼望，它盼望什么呢？会带来不同的结果。结果是高举神，还是高举人？当撒玛利亚城的人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他们高举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们整城的人就受这个人辖制。但是，当这个城市信主之后，他们高举神的时候，这个城就大有欢喜。这是第8节，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8章第8节所说的。好，所以城市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我们高举谁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高举神，人会归于主的名下。但是如果我们高举人的时候，我们会受这个人的辖制。好，第二个，城市的需要。下一张投影片提到城市的需要，全部都放出来。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城市的需要呢？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个城市的需要，那我们可以使这个城市的需要呢，成为引人归主的媒介。连家安是我们国家第一代的外交替代役，他是阳明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的学生。他在布吉纳法索，在我们在非洲的邦交国布吉纳法索服替代役的时候，他看见到布吉纳法索的这个国家的孩子，这个儿童呢，没有衣服穿。他们没有衣服穿，不是过去没有人捐献衣服给他们，是很多的时候，人们所捐献的衣服还没到达这个儿童的手中的时候，就被那些贪污的人拿走。然后整个布吉纳法索的这个首都呢，那个城市呢，垃圾满天飞。人家发现到布吉纳法索的儿童有这个需要，也看见到这个城市的需要，所以他就发起了用垃圾换衣服的这个活动。可能前一段时间，可能之前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有参与到这个过程。3袋的垃圾可以换1件衣服。德雷莎修女，她的家乡是在南斯拉夫，可是她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服侍，在那些濒临死亡的，被这些他们的家人放在街上，没有人去关心的这些濒临死亡的人。德雷莎修女她看到这些在加尔各答街上被放在那个路旁，没有家人去关心的这些濒临死亡的人呢，
他们在死亡之前的那种过得没有尊严的生活，他就把这些濒临死亡的人带回去，好好的照顾他，使他们这些即将要死亡的人能够活有尊严的死亡。各位，假设台北市在未来的35年当中，我们可能在2050年如果我们的人口增加到500万，那你会讲到这个城市有哪些需要？你可以想一想，或者有机会的话，台北市跟新北市合并起来，我们可以有1000万的人口，那会有什么需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撒玛利亚这个城市在腓利去传福音的时候，从路加的记载当中，我们起码看见这个城市有4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这个城市因为被这个久久被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所控制，所以有很多污鬼。圣经记载，路加记载说，当这些污鬼听见神的话，就从这个被附的人身上大声喊叫，就出去了。就如同耶稣在福音书上面所记载，耶稣赶鬼的时候，就是命令他就出去了。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事情。腓利在撒玛利亚城也是这样做，这些鬼就大声喊叫，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就出去了。我相信将来在这个城市扩张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有心灵上面的需要，他们想要得到满足，但是他们用错了方法，他们想要借助这个超自然灵界的力量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找到真神，结果呢是引狼入室，让鬼附了他们身上。所以将来会有这个需要，赶逐污鬼的需要。路加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城市有病得医治的需要，因为有那个瘫痪的跟瘸腿的被医治。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对医疗上面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医疗有它的限制，医生没有办法所有的病都能够医好，虽然这是他们努力的目标，但是上帝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人在肉体上面的疼痛，当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人也可以来寻求上帝。但是我没有说，我在这里没有说上帝一定会医好每一个人。上帝没有这样子讲，他无所不能，但是他的旨意没有说要医好每一个人。有些人或许习了地上的劳苦，到天上去更好。好，第三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城市，另外一个需要就是认识独一真神的需要。这个城市长久以来就被行邪术的西门所控制，所以这里无论大小呢，都非常惊奇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所做的。以至于这些人给他的一个封号，就是这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呢，是神在这个地上的代表。可是当这一群人，同样的一群人，他们看见腓利所传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还有腓利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圣经上面就说到，这些人就同心合意的
要来听从腓利的话。他们相信腓利所说的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各位，我们也不陌生哦，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耶稣曾经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告诉他敬拜神在哪个地方不是重点，因为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他们的祖先告诉他们要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要来敬拜上帝，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敬拜上帝，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说，神是个灵，他喜悦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他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神喜悦怎么样的敬拜。保罗也曾经在雅典做过这样的事情。雅典是一个大城市，保罗在这当中周游的时候，发现到雅典人拜了很多神，但是为了怕少拜一个，所以立了一个叫做未弑之神的牌子在那边。保罗就从这个未弑之神跟雅典人谈起真神是谁。所以每一个城市，不论它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都有认识真神的需要。第四个，从路加的记载当中，我们也发现到，当一个人信靠主以后呢，他需要接受造就，初信造就的需要有人陪他研读圣经的需要。圣经告诉我们，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撒玛利亚人信主，哇，这个过去跟他们敌对的这个民族的人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派了当时称为教会柱石当中的2个人，就是彼得跟约翰，去到那个地方，想要了解实情。那彼得跟约翰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记载，我想这也是一个陪读那个初信者很重要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为他们祷告，求圣灵，要他们受圣灵，就是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3节说到，因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为奴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所以使徒们彼得跟约翰为什么要为撒玛利亚的信徒来祷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在历史上面他们有纠葛，这2个民族是不相容，但是在神里面，这2个民族是可以合为一的，是同样的一个身体，同受圣灵的，同受同一位的圣灵的洗，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彼得跟约翰就做了这样的事情。我想对约翰来讲，他的感受特别深刻。为什么？耶稣曾经有一次跟门徒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那撒玛利亚的人发现到他们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往犹太去，所以呢就不接待他们。那其中有2个雷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呢，就求耶稣说，要不要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这些人？还好耶稣没有照他们说的去做，对不对？否则今天我们就看不到腓利在撒玛利亚城的果效了。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可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腓利向撒玛利亚城的人传福音，就带来极大的果效。约翰亲自去到那个地方，见证了这个果效。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呢，哇，看见使徒有这么大的能力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便有圣灵赐下，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以为他过去的传统信仰的这个背景，他就认为，这个可以跟神明来谈交易吗？我如果用这个钱
给使徒的话，那请使徒把这个权柄给我，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所以你发现到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如果没有人陪他研读圣经的时候，他的焦点，他对神的认识是很容易误入歧途的。虽然西门常常跟腓利在一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西门会惊奇的事情呢，不是腓利后面的那位神，他常常惊奇的是腓利所行的神迹跟大能，他的焦点错误。所以当彼得跟约翰为撒玛利亚人祷告的时候，这些信主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他们祷告便有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不是惊讶上帝所做的事情，他是想要那个按手就能够得着圣灵的这个本事。所以彼得就当时就很严正的指出这个错误。他说：“你的心不正。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箴言书第4章23节也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使徒彼得就直指西门的错误：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神的恩赐怎么可以用钱买呢？所以他劝西门要悔改，否则你在这个道上，你在真道上面是无份无关。所以一个城市，最起码我们从撒玛利亚这个城当中发现到有这个需要，但是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想到更多的需要，更多的需要。那我们怎么样将这些需要跟城市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可以连接在一起？那这就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一个属神的城市呢，在下一张投影片，属神的城市呢，会有什么样的记号呢？在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里面第8章，你会发现到这个城市信主之后带来很大的不同。信主之前呢，撒玛利亚的城市的人呢，圣经上面记载，他说无论大小都听从西门。这个西门就好像是这个城市的地下统治者。罗马政府有一个表面上面的统治者，但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统治者是这个地下的统治者，就是行邪术的西门，因为无论大小都听从他。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受西门的辖制，没有人敢抵抗西门。可是这个城市回转归向神，信主之后呢，他们也同样听从，但是听从的对象不一样，他们听从了腓利所传讲的神跟神的话。而当他们听从神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连男带女都受了死。而且第8章第8节告诉我们，这个城市跟以前不一样。过去的时候，这个城市是辖制，被西门这个人辖制，但是第8节告诉我们，这个城就大有欢喜。那我底下要请各位来花几分钟，大概6分钟时间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记载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这个城市因着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好，麻烦弟兄帮我放。As a world-class example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It may very well be. As many as 8 out of 10 residents now consider themselves born-again Christians. But it hasn't always been like this. Just 20 years ago, Almalonga was a dark and dangerous place. Suffered from poverty, violence, ignorance, and besides that, alcohol was the main problem.
If you would go to Almolonga 20 years ago in the morning, 7 a.m., and walk the streets of Almolonga, you would have encountered many, many men just lying on the street because they were totally drunk. We had many jails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problems. Chief of Police Donato Santiago recalls that people were always fighting. Officials built 4 jails, but even they couldn't contain the little money they had on alcohol. In an effort to ease their suffering, many townspeople made pacts with folk deities like Pascual Bailon, the Lord of Death, and Mashimon, a powerful patron saint. Mashimon, h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idol in Almolonga. Okay. The spirit behind the idol held tenacious power over the people of Almolonga. It's just a wooden mask, but it's very powerful, a terrible stronghold that binds people. During these dark days, the gospel did not fare well. Outside evangelists were commonly chased away with sticks or rocks, while small local house churches were also stoned. Evangelical Christians were a despised minority. On one occasion, 6 men shoved a gun barrel down Mariano's throat. As they began to pull the trigger, he silently petitioned the Lord for protection. When the hammer fell, nothing happened. Delivered from death, Pastor Riscaje called his small flock into prayer. It was time to break the stranglehold of violence, superstition, and poverty. As the intercessors lifted their petitions heavenward, they were filled with a supernatural faith. One dramatic healing involved a woman named Teresa. A botched medical procedure had led to the onset of gangrene. Her internal organs were literally rotting. I was in a lot of pain, so much that I couldn't walk. My whole body was paralyzed and I couldn't even eat or talk. Everywhere. They called me to arrange the funeral, and on the way there, the Lord told me to pray for her. So I just went up to her bed and said,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get up." And she rose up instantly with no sickness in her body. I felt a warmth and I saw a bright light above me. Then I opened my eyes and I saw the pastor. I rejoice before the Lord for my healing, and I give thanks to God for my life. After they saw the miracle, my mother and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converted. With such dramatic testimonies, hundreds began giving their hearts to Christ. When people saw that the gospel started changing lives, they started taking note. People starte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ttracted to the gospel because they saw the transformation in individual lives. Now there are more than 2 and is nearly always packed. Where once Almolonga was peppered with bars or cantinas, 36 in all, now there are only 3. And as the drinking stopped, so did the violence. For 20 years, the town's crime rate has declined steadily. In 1994, the last of Almolonga's 4 jails closed. The remodeled building is now called the Hall of Honor. For Police Chief Santiago. Even the town's agricultural base has come to life. For years, crop yields around Almolonga suffer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arid land and poor work habits. But as the people have turned to God, they have seen a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land. Almolonga became a fertile valley. It is so fertile that the land is so good. They produce the best vegetables. They get as many as 3 harvests per year. They sell their vegetables to Guatemala, south of Mexico, and El Salvador. Before the spiritual turnaround, growers were exporting 4 truckloads of produce a month. Now they leave town 40 times a week. Nicknamed America's Vegetable Garden, Almolonga's produce is of biblical proportions. You have to see it to believe. A beet is 4.5 pounds. A carrot is this size. It is just unbelievable. Intrigued by the dimensions of these vegetables and the town's 1,000%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Researchers from the U.S.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have come to Alma-Longa to learn their secret. But the answer is not what they expected. The wisdom that God gave the farmers in Alma-Longa produced better crops than the scientific methods yielded. And the farmers constantly give the glory to the Lord for producing the bountiful harvest. Before, when we harvested the radish, it would take up to 60 days. But when God came into town, it only took 40. And now, quite often, it only takes 25 days to harvest. You can see a parallel between the people's faith and the improving soil.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started believing in Jesus Christ as Lord and Savior, the vegetables started growing. Once people were set free, they started working. Once they began to work, they came financially. They started working the land better, and the land started producing better. Farmers pay cash for large Mercedes trucks and then emblazon them with Christian phrases. It is wonderful,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the community. Many cite Alma-Longa as a world-class example of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It may very well be. As many as 8 out of 10 residents now consider themselves born-again Christians. But it hasn't always been like this. Just 20 years ago, Alma-Longa was a dark... 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到网络上面去找到更完整的。好，那最后我们要来看那个结语哈，请帮我放那个结论的那张投影片。好，我们一同来念这段圣经，诗篇33篇第12节，请。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看见刚才在这部影片里面的这个城市，因着福音转化，带来这个城市，监狱可以关掉，农作物可以丰收，百姓可以改变。那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也看到腓利带来撒玛利亚这个城市非常大的转变。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很羡慕腓利哈，他不过是一个执事，在教会里面，在初代教会里面是管饭食的。但是它可以带来这一个城市非常大的改变。腓利不是牧师哦，不是像我一样是一个传道人，他是执事，就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一样。但是他可以转变、改变一个城市。我想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魔力，那是因为他所信靠的那位上帝。但是上帝也在寻找那些愿意为他摆上的人，愿意为他摆上的人。当有人愿意为他摆上的时候，上帝可以借助他影响一个城市。各位，我虽然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居住在这个城市当中，但是我们都被上帝托付，要在这个世代参与学术，完成大使命。当你发现到这个城市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为上帝摆上？所以，请放下一张投影片思考问题。我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那个周报上面没有回应诗歌，我刚才很想有机会的话可以唱那一首《我愿为你去》，但是在唱这首诗歌之前，我有3个思考问题，请各位你可以想一想。第一个问题，我如何帮助周遭的人发现耶稣是台北市的盼望？不是柯 P 是台北市的盼望，柯 P
或者是上帝是台北市的盼望，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看见台北市有哪些需要，我可以借由满足这哪些需要来帮助人可以认识真神。你对哪些需要有负担？第三，当台北市被主得着的时候，你期待看见哪些改变？如果中美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小小2万人口的城市，当他们被上帝得着改变的时候，会带来这个城市这么大的改变。那如果台北市被上帝得着的时候，你期待看到哪些改变？好不好？我们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来思考这3个问题，哪一个你对哪一个问题最有负担？你来思考一下，跟上帝祷告。2分钟以后，我们再来唱这个我愿为主去的这首歌的副歌，好吗？